哥，10年了。那天明明知道你在水中呛水，我竟然失心疯，没有出手救你，眼睁睁看你。这10年来，每一天我的心都被这件事压着。我知道是我活该，我也不敢求你原谅。这辈子我欠你的已经还不了了。若有下辈子，有福，你好了吗？爸说该出门拜祭啦。哦，今天是有才10周年忌日，爸准备的东西特别多，你去帮忙看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老板，外面来了几位警察，说要找凯德。你们找我儿子有什么事？金凯德先生涉嫌杀害邱婉玲小姐，我们是来逮捕他归案的。我没有杀人。陈警官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弟弟不可能是杀人犯。是不是误会？等审讯过后就知道了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姐，我没有杀人。你不用慌张，我一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。金小姐，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。金小姐，我知道你说大概7、8点，你曾去过案发现场。我的问题是，在那之前呢？我大概5点多去公司找我爸，约莫6点左右我离开了公司，接着我就到了公园。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个骑着脚车的人差一点撞到我。后来因为心情不好，就到了市区找一个喝酒的 cafe。请慢用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是不是我们的食材有什么问题？我只是没有胃口。我可以借用你的电话吗？
当然可以，在那里。喂，嘉豪，你在上班？是朋友就陪我喝2杯。我在我们常去的那个 cafe。那个去接你的人是谁啊？他叫沈嘉豪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金堂的业务经理。凯婷，凯婷，嘉豪，你来啦，陪我喝。老板，再给我2瓶，我朋友到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要打烊了。我还想再喝。老板要打烊了，改天再喝，走吧。后来我只记得，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在他家，因为一直吵着喝酒，他怕送我回家被我爸责备。如果你们有疑虑，可以去找他问问。这个我们会去处理。秦小姐，谢谢你跟警方合作。谢谢。陈警官，之前我出车祸失去当时的记忆，最近回想起来了。开车撞我的人戴着蒙面巾，我怀疑有人想对我或我家人不利。你确定你有看清楚？好，我记录下来，当做办案的参考。陈警官，我弟弟可以走了吗？他还一直不肯透露当晚确切的行踪，我们需要继续问讯。那邱婉玲的死，到底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们用嫌疑犯的身份去拘捕他？他们当晚曾经单独在外面见面，还被人看到发生口角，场面搞得有点不愉快。按照法医的推测，邱婉玲的遇害时间就是在他们见面之后的10点左右。他一直不肯交代清楚他跟邱婉玲见面之后的动向，只说回学校。学校晚上是关闭的。陈警官，能不能让我跟弟弟见个面？只有5分钟哦。谢谢陈警官。凯德，你看着我，你那天晚上是不是跟婉玲在一起？那天我心情不好，就叫他一起吃饭。喝点吧。你是不是喜欢婉玲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只是比较聊得来。我知道，他一直喜欢服装设计。他有时会把他自己画的设计稿拿来找我讨论。那天我找不到你，才叫他一起吃饭。凯德，其实能出国留学真的很不错。你看我，这辈子大概都别想了。就不能给我1顿饭的时间，不要聊这些事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随便聊聊而已。随便聊聊，你还不是想帮我爸催我？
我就不该约你出来吃饭，算我自找苦吃。真的好心没好报，我也不过去提一下，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？后来呢？后来他自己招了车走，我不想回家，就回学校，找了个地方，一个人待到早上。就连我都感觉得到，你说的不是全部的真相。要是你不说的话，警方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婉玲真的不是我杀的，她的死跟我无关，是真的，姐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信你，但是没有用啊。警方认为你不在场的证明不够充分，所以才怀疑你。时间到了，这位是金凯德先生的律师。凯德，你父亲委任我担任你的代表律师，我会协助你的。其实我并不担心自己，因为我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。我只是担心凯德，我只是怕他为了其他原因让自己陷入危险。你不是说你爸已经帮他请了律师吗？如果他是无辜的，律师一定可以证明他的清白。还是你觉得凯德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隐瞒？不知道，我只是不懂，为什么他不愿意跟警方坦白他当晚的行踪。我真的不清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凯德真的杀了婉玲？方律师，你之前不是说很有把握吗？我也是刚刚收到消息，警方那边掌握了新的证据。是什么？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垃圾桶里面，找到了凯德当天晚上穿过的一件外套。那件外套在餐馆有人看到，所以这等于推翻了他之前给警方的所有证词，加大了他的嫌疑啊！方律师，如果警方发现凯德对婉玲有爱慕之情，那会怎么样？这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主动向警方提及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更有力的不在场证据，或者有别的嫌疑人出现，否则凯德被定罪的机会很大。
凯德，在拍什么？我要你告诉我事实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这么晚叫我来这里，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你不肯说，那我先说。艾九，你不是要我诚实面对自己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拍了。这里晚上是不开放的，被人家发现的话就不好了。给我。好，我不拍。那你能对我坦白吗？凯德，你不要这样。那你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不敢面对我？你说你要我勇敢，那你呢？你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却要我做到。其实我有病。剩下时间也不多。按照法医的推测，邱婉宁的遇害时间就是在他们见面之后的10点左右。因为夫人和凯德的案子上了新闻头版，各大分店的营业状况也不是很好，该压价的订单数量也在锐减。如果营业状况一直没有改善，今年公司的亏损就会很严重。几位股东都非常担心目前的状况。担心？一出事就担心赔钱，之前赚钱了，不见得他们会说好话。喂，金董事长，是我张总裁。最近你们的新闻有一点过头了，我担心这会影响我们的加盟合作计划。这些新闻只是一时罢了，张总裁，你不需要太过担心。我们的加盟计划仍然可以继续进行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先这样吧。是上达公司的张总裁吗？他说，我们最近的新闻严重的影响了合作的权益。这个计划前期我们已经投入了很多，如果失去这个合作，股东们就会反弹。Alan， 这件事情必须找出解决的方法。好，知道了，老板。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相信，如果 Nigel 知道你为了他这样，他一定不会让你这样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那晚的对话被你不小心录下来，那段影片的时间点
就可以证明你当天是不可能在那个公园的。如果Nigel可以作证，不能让他出面。姐，我求你。凯德，我知道你不想Nigel因为这件事情曝光而受伤害，但是这关系到你的人生，你的前途。我什么也没有做，我相信一定有其他办法证明我的清白。姐，答应我，不要去找Nigel，这段画面真的不能公开。这件事情太重大，姐没有办法答应你。我相信警方不会把这个开。不可以，我不准你去！会面结束，不要碰我！姐，答应我不要去找他。姐，你不能去找他。你看看，这照片里的是不是金夫人？据我们调查，金夫人的本名邱美琪。她因为父母意外过世，曾经在马来西亚一间收容机构待过几年。18岁离开后就到处打工，还当过陪酒女。后来欠下一大笔钱，之后才来到新加坡改名的。其实我们做这些调查，只想从中知道有没有其他可能的遇害原因。再麻烦请问，你对他在马来西亚的亲友状况了解多少？他说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，他是亲戚把他给养大的，亲戚又对他不好，所以他很想尽快独立。他的朋友呢？他没什么朋友，至少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我了解了，我这里没什么问题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送了。爸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也要注意身体。你今天去看了凯德，他还好吧？还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证明凯德的清白。今天陈警官来找过我，跟我讲了很多婉玲以前的事情。他说他改了名字，欠了很多人钱，也当过陪酒女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给他骗了多少事。或许他也有苦衷吧。这个时候你反而还帮他说话，你呀，就是喜欢跟我唱反调。我只是很感慨，夫妻一场。这些年来，我竟然是跟一个陌生人同床共枕。我就连放在我睡床里的这个铁盒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总之，我是给这个女人给害了。我不能够让我们金家唯一的儿子也断送在她的手里。刚才你不是说你可以救凯德吗？不然你去跟警方说，那天晚上是你跟婉玲在公园里见面，啊？你要我替凯德顶罪？
我只是说说罢了。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的，手足情又怎么样？感情再好啊，大难临头啊，都各自飞啊。我说过，我会帮凯德。但不是这种荒谬的方法。算了，就让你的弟自求多福吧。我们金家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如果爷爷看见了，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。凯德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还以为他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没有跟我联络，怎么突然间会扯上杀人案？凯德不愿意交代当晚的行踪，而且现场有对他很不利的证据。 所以警方以嫌疑犯的身份逮捕他。不可能，凯德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。他连一只流浪狗都会加以疼爱，他怎么可能杀人呢？我知道，但是警方要的是证据。 在这里签个名，你可以走了。你们找到新的嫌疑人了？我们获取到了你的不在场证明，足够证明在案发当晚你没有出现在美泉公园。是什么不在场证明啊？我们取得了一段录像画面。 同时，你的舞蹈老师也证明，当天晚上他是和你在一起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回来了，回来就好了。待会我让佣人熬一点鸡汤给你补补。我不饿。姐呢？我不知道。 你姐告诉我，她一定有办法救你出来。我还真的不相信，没想到她还真是有办法。回来就好。
我都说不要这样做了，你为什么不听？这是帮你洗脱嫌疑唯一的办法，我不得已，我一定要这样做。你知道这样会害南州变成怎么样吗？他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待在新加坡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凯婷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董事长，股东们在发起临时会议，想要撤换董事长。是谁发起的？我发现一位新加入的股东，他趁着股东们信心浮动，就四处游说他们释出手中的股份。目前已经持有15%的股份了。这人到底是谁？竟然想要在我背后捅我一刀？就是想与你合作加盟店扩展计划的张总裁 Irvin Teo。凯德，请原谅我不告而别。其实，我本来就打算要走，如今只是提前离开而已。不要用这件事去怪任何人，尤其是你自己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变坏，时间大概不多了。在我短暂的生命里，我很高兴能遇见你。现在的我已经回到纽约，在家人身边度过最后的时光，但我始终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自由。愿你快乐，Nigel。Uncle Allen， 哎，大小姐，你在等我？你刚刚跟我爸开完会吗？是啊。公司现在的状况还好吗？有个新股东发动临时动议，想要撤换董事长。大小姐，你还是会支持董事长的吧？那个投资方当初是如何接触到的？我记得是那位业务部经理沈家豪出差的时候，对方主动找上他的。沈家豪？他一出差回来啊，就立刻向他的主管汇报，还主动做了背景调查。他的主管呢，就把资料呈上给董事长。董事长当时啊，还称赞说他们业务部做得不错。爸太冒进了。以金堂目前的营运来看，根本还没能扩展加盟店的程度。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，扩展加盟店计划，恐怕只是用来伤害金堂的暗器。
喂，请问沈家豪经理在吗？离职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嗨，我是嘉豪，我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，有事请留言。是我，我想问，你是不是很早就认识婉玲了？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，果然是第一个发现的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太心急了，我们慢慢来。你先去查一查1969年的农历新年，美琴公园的附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你都不觉得丢脸啊？这是我最骄傲的一件事，爸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也不知道是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是我金有福的儿子，是金堂咖啡的接班人。去把这身衣服给换掉。我是你儿子没错，但我从来不想当什么接班人。我和姐都因为你，被迫隐藏真实的自己，去迎合你的期待。真的不想再装了。好啊，跟你姐学。你们是不是都想跟我脱离关系？反正你们爱的都是你们的妈妈，你们巴不得当时死的人是我，对吗？爸，没有人要跟你脱离关系，是你一直把我们推开。妈妈走了。我们的确是很想他，但是我们更需要一个关心我们的父亲。我还不够关心你们吗？我有给你们辛苦吗？凯德，不要像你姐姐一样令我失望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乖孩子，哦。你从来不曾真的想要了解我们，
你只想让我们变成你想象中的样子，否则你不会不知道姐有多适合管理金堂，我有多热爱跳舞。我想我的确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不是个机器，我是人，我有我想做的事。这就是你想做的事，你想做这些，哼，这些。对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好啊，你好啊。除夕夜前夕，青城公园沟渠发现断指男尸。你为什么突然会去找这新闻呢？这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案子了。1969年农历新年，地点就在美泉公园，你有印象？当然，这是我刚入行时候的案子。我记得当天大家都在准备着过年，可一大早就有民众报案说发现尸体，结果全局出动。这个死者名叫沈国昌，其实曾经是金堂的合伙人。这里有写他留有妻子跟1个儿子，你有印象吗？这我记得。他们有来过警局做笔录。一般上碰到这种情况，家属的情绪会很激动。不过那个儿子，他却很冷静。你还记得那个儿子名叫什么吗？好像叫沈什么的。是不是叫沈家豪？对，就是沈家豪。